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动态全像。他认为我们所在的现实就像全像影像，其实是一种假象。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盘飘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病毒量子态，雌雄双修变异盲，3次疫情不由人。从病毒，我们就理解了宇宙的钥匙。除了我们曾经讲过的万字，还有这里的黑晶石。知道了这个，我们就不难理解我们所在的世界是真的还是假的了。上一集我们也呼应一下，我们上一集讲了易经隐藏在你的基因里。最为巧合的是，老高还填上了咱们那个坑，超弦理论，一个没人知道的方法。那么其实大家一直都在想填老高的坑，但是这次整反了，老高填了咱们的坑。不得不说，老高的脑洞真的大，竟然讲炼金术都成了超弦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这里的脑洞也一样的绚烂，咱们来看一下。量子物理学家发现，物体在原子、质子层面不再是固态，而是不占据空间的波，或者是粒子。而且只有在有人注视它的时候，它们才会呈现出粒子状态。如果量子是颗保龄球的话，那么你看它时，它就是保龄球的样子。如果你在保龄球表面擦上粉末，然后掷到保龄球的球道上，它会在你的注视下划出一道粉末线。但是如果它滚动的时候，你眨了一下眼睛，你就会发现在这1-2秒之内，它留下的不是直线，而是一条很宽的波状的痕迹，就像蛇行走在沙漠上留下的痕迹一样。因此物理学家 Nick Herbert 说，这个世界是一碗馄饨汤，动态的量子汤。但是当他回头看这碗量子汤时，似乎看见此时此刻一切又恢复正常的现实世界。1943年，物理学家伯姆还在加州伯克莱分校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但是在劳伦斯伯克莱放射研究室里，他发现了异常的现象。他做了一项著名的电浆实验。电浆实验是说，电浆是含有高密度的电子和阳离子的气体，阳离子就是带一个正电荷的原子。令人震惊的是，电浆内的电子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一群相互联系的整体。尽管可能有个别的电子行动比较混乱，但是大部分的电子都像一条虫一样的有组织的共同行动。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就像有机生物会将异类围堵在一个包囊中一样，电浆竟然也会将不存的部分围堵起来。因此伯姆经常认为电子群是活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定的或静止的物质。1947年，伯姆已经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副教授，他将电浆实验延伸到了金属中的电子。在这一片巨大的电子群当中，每个粒子好像都知道另外100亿个电子在做什么。伯姆将这一现象称之为电子的电浆性，叫做 Plasmons。这一发现也奠定了伯姆在物理界中的大师地位。伯姆认为电子并不是以散乱无序的状态存在的，而是经过潜在量子力的运作，组成了一个协调运作的系统。与其说量子行为像机器零件的整体运作，不如说像生命体的器官一样有组织的在进行运作。而在量子层面，位置或者空间是不存在的，空间中的任何一点都与其他点相同，此时距离就失去了意义。物理学家称之为无位置性，也就是 non-locality。
从这个角度看，就可以在光速范围内理解两个粒子之间的交互连续性，或者叫交互相连性。物理学家 Bohr 叫 Neil Bohr， 他提出了这一量子现象。在某些次原子处理程序中，会产生出一对特性相似或者完全相同的粒子，而且无论这对粒子从反方向射出多远的距离，都会保持相同的角度。伯姆认为，这就像是水箱里面有一只鱼，如果你从未见过这个水箱和鱼，现在分别通过两个摄像机来看这只鱼，一个摄像机是正面的，另一个摄像机是在侧面。那么一开始呢，你很可能会觉得这是两只不同的鱼，观察一会儿之后，你会发现其中一条转身时，另一条相应的也会做一个不同的转身，这时你可能会认为它们之间有交流，所以呢才会同步转身。实际上它们其实是同一条鱼，而且没有任何的通信。宇宙中充满了这样的量子，所有的粒子都无位置性的相互交联。Oh my god， 嗷嗷狠！暂时明白这个意思就好，可能比较烧脑，以后呢我们会单开讲解。19世纪60年代之后呢，伯姆发现电子可以感应到远方无法发现它的区域中的磁场，这就是著名的阿隆诺夫伯姆效应。他进一步的研究秩序性。传统科学一般将物质分为分子、有固定结构的有序物质，以及分子无固定结构的无序物质。生物都是有秩序性的，而爆炸后的碎片以及洒在一地的咖啡或者是咖啡杯打碎了等等是无秩序性的。但是伯姆发现，在许多层次，有些物质相对于其他物质而言更为有序。宇宙中可能没有秩序的最高层次，我们所认为的无秩序性，可能是因为它们已经达到了无限高层的秩序性，使我们认为它是随机的，从而认为它是无序的。事实极有可能不是这样的。大家听明白了吗？那么呢，有可能是有一点烧脑，那么我们越讲，那么你就会越明白。几乎和波姆同一时代的丹尼斯·盖博，他提出了全相学的基础理论。他采用法国数学家傅立叶所提出的数学模型，傅立叶大家应该知道的，非常出名的数学家，将复杂的图形转化为波形语言，而且可以还原回图形，这使物象能够以一群干扰波的形式记录在软片上。可见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拉马努金非常厉害的原因。有时间我们单开一局讲数学天才拉马努金。而全相实验或者说是镭射光投影实验，也就是将一束镭射光分为两股光束，第一股光束呢照射到投影对象上，再反射出来与第二股光束汇合，就形成了干扰波或者是干扰而产生的波形。软片则会记录下这一波形，就像水面上的两个水波交叉时会在水面上产生新的水波一样。当再用一束镭射光照射这张软片时，投影对象就会以极其逼真的 3D 立体影像的形式出现在空中。只有用手去触碰之时，才会发现它是假象。更神奇的是，如果将这张软片切分为两片，它们会各自的展现出投影对象的完整的影像，只是随着切分数量的增加，影像会逐渐的模糊。伯姆的研究使他越来越相信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动态全像。他认为我们所在的现实就像全像影像，其实是一种假象。这个世界背后隐藏着更深一层的秩序，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更加原始的现实世界。正是这个世界在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通过类似于全像软片产生全像的方法一样，产生了万事万物。
伯姆将这一深层的现实世界称之为隐含秩序层，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称为显明秩序层。他认为宇宙中所有的物质表象都是这两个秩序层之间的不断的隐藏与揭露的过程。那进一步讲，比如说死亡看似意味着不存在，其实只是隐藏回更深的秩序层去了而已。Oh my god， 嗷嗷狠，这个世界何时能归于平静呢？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量子能够显示为粒子和波的形态，这两种形态都在隐含秩序层，而观察者与量子群的互动决定了最终显现的形态，同时也解释了量子层面的无位置性。以全像方式组成的事物没有位置这一表象，因为每一个全像的碎片都包含了完整的影像。以全像原则组成的宇宙自然也就无位置性。从这里我们似乎就明白了，作为80到120纳米的新冠病毒，其核糖 RNA 直径大约是20纳米，和量子相比较，量子点是2到10纳米，可以容纳10万个原子。但是注意，这里所说的量子点不是量子，所谓的量子呢，是指一个不可分割的基本单位，比如说光的量子，光子是一定频率的光的基本能量单位，它的级别可以是从无限小到几个纳米，都可以称作量子。回到核糖体的问题，核糖体 RNA 在细胞当中负责完成中心法则，由 RNA 到蛋白质这一过程，此过程在生物学被称为翻译，这也决定着物种的形成。重点是这个过程在我们的世界形成了，但是真的实体其实是在隐含秩序层。这个神解释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病毒根本不是在4维时空里形成的，也就是说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形成的。这也就理解了合体双修的隐含含义，到底这个水有多深了。下边我们再来看一下病毒的意识的来源。伯姆认为，将宇宙看作各种要素的组合其实没有意义，电子、光子、上帝粒子等等并非是一种基本的粒子，它只是我们为全像中的某一现象发明的名词而已。将宇宙拆分为具体的要素，再为它们命名，是一种武断的传统思维。万事万物就像一块地毯上的不同图案，都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初爱因斯坦提出的时间与空间是不可分割的连续体，也就是 Space-Time Continuum。 这一理论当时震惊了全世界，而伯姆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一个连续体，尽管在表象上事物是彼此分开的，但是每一个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延伸，在更高的层次，甚至隐含秩序层与显明秩序层的界限都是模糊的。那问题就来了，宇宙是一碗馄饨汤，是一个臭鸡蛋吗？不是的。伯姆他认为，这不代表着宇宙是一团无法区别的物体，每一个事物都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同时它也有自己的特性。将全像加以区别，只是一种供人辨识事物表象的一种抽象方法。因此，伯姆进一步的认为，大家不顾事物之间的交互连续性，而不约而同的将现实世界做出区分或者分割。比如说，我们认为开采地球资源不会破坏地球的整体性，认为只需要治疗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而不用治疗其他的部位，认为只需要处理某些社会问题，而不需要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处理。他认为我们的这种将世界分割为小部分来处理的思维是错误的，甚至会造成未来的人类的毁灭。而且宇宙这个巨大的空间并非是虚空的，空间中都覆盖着不同波长的能量场。有物理学家想计算一下其能量有多少，
计算后，他们惊讶地发现，仅1立方米的空间所含的能量就超过宇宙万物的总能量。伯姆认为，宇宙只是这片能量之海里的小小的波浪，这朵小小的浪花基本上自制而且稳定持续的在显明的秩序层里产生了各种全像之后的假象，而这一切投影之后所产生的假象都是隐含秩序层的产物之一，甚至不是它的主要产物，只是一个暂时的影子，打个盹的功夫就匆匆的飞逝了。这里就解释了为什么恐龙消失了，为什么尼安德塔人消失了。没想明白的话没关系，还是那句话，怎么样啊？咱们将来单开一局。关于意识，伯姆认为意识是物质的细微状态，二者的关联并不直接存在于我们所在的显明秩序层，而是在隐含秩序层。意识通过不同的层次显现在物质上，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电浆似乎有心智特征。生命隐藏在宇宙的整体之中，包括物质、能量、时间、空间、表象等万事万物，万物有灵，万物归一，就是这个道理。从这里我们似乎明白了为什么病毒是无缘无故的来，比如说西班牙大流感，而又无缘无故的消失，还有不断的变种等等这些原因了。它在隐含的秩序层的行为显现或者投影到了地球我们四维时空的现实世界当中。病毒量子态，雌雄双修变异盲，3亿侵袭不由人，大疫情有眼睛，以及能够打开宇宙之门的万字和黑晶石也就找到了答案。小伙伴们，你觉得这个世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还是假象呢？有一种颠倒的世界的感觉吗？那么欢迎留言互动。好的，疫情期间祝大家健康平安，今天就飘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独在异乡为一课，每逢孤独看飘歌， Peace and Joy。